转身，哎 ，nice！ 恭喜绿队得到了金牌篮球赛的胜利。这位就是新加坡国家队一哥周哲宇，这位就是新加坡国家队田姐王心如。很好，下一个来，快点！是我教的不好吗？为了培养球感，熟悉挥拍动作，新牌运动员纷纷提早报到，不放过任何可以练球的机会。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该不会是他们来教我们吧？你们是谁？你们来这边干什么？我们来教你。教我们。其实呢，他说来教我们的时候，我心里就大概有个数了，就觉得哇，他们应该是很厉害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彩云。彩云。那你呢？我叫慧恩。慧恩啊。那我先问一下，你们是谁？谁叫你们来跟我们切磋的？新王姐姐叫我来教你们。我是 Clarence 哥哥叫我来的。不过你说你们两个要教我们打乒乓球，可是你们打得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可不可以展示一下给我们看？可以吗？好不好？好。看到助教的表现，我只能说打乒乓呢，一定要从小开始练起。其实我觉得我跟小助教他们对打，好像就是跟教练对打是一样的。你看他们平时就可爱可爱很害羞，一拿起球拍跟你这样对打，没有再客气的。就看得出这两个小朋友其实有经过蛮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基本功的训练，因为他们的基本功都挺扎实的，看得到。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学到东西。小师傅，那今天你要教我们什么？搓球。我们跟这个小小教练在练的时候，他们是说在打比赛的时候呢，其实最常用的就是搓球的一个这个手法。我觉得正手搓跟反手搓比较难的那个点就是你要看好球的那个位置，因为主要就是它是从下面，而且它其实是很轻的。然后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都会跟你说你要很靠近那个桌子，然后再降一下。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我请来了一个小助教，他叫 Eudora 李英琪，人家是15岁的全国冠军。哇，全国冠军7姐，全国冠军哎，对不对？来教我们，我们一定赢啊！来，我们来练一下你的反应能力，因为乒乓球不只是就技术，你还需要体能、反应能力。球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快，你要比别人更快。哇，对不对？真的很难哎。难哎。这个可以当做是热身，对就打球之前，你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了，对，就要去集中。OK， 来，可以。我踩。对，还没有，我已经抓到感觉了。我去。这个是反光灯嘛，就是我们比较常用来练步伐跟反应的一个。这个除了练你们的手，而且你的脚一直要保持颠住。OK。就要一直有那个踮脚的那个动作。Go！ 哇，很快了。我觉得困难就是我看不到那个灯，因为要闪得太快了。哇！你在练什么武术？怎么样？突然间我觉得我像猫，把我们的机器弄坏了。像狗。所以平时教练都有那么快的哦？比你快一点。还比他快一点。哇！比我们的快一点啊！你身体不能够等，你一等了就你按不到，你一定要赶快，就是感觉你就随时你就手一直要动就对了。所以我不是说乱动的，我是有个节奏在的啊，这样子你的身体才能够反应过来啊。会去看一些比赛的一些片段，他们在开球甚至是在接球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就开始全身在动的，它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真的要成为一种习惯，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哎呦，我感觉我在那个游乐场玩那个跳舞机嘞，很难。哎，他没有在闪呀。
教你们乒乓球最重要、自己可以控制的一个技术，那就是发球。好，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球一定要在你的掌心的位置发。 哦，不能这里发，你要放掌心啊，放掌心，而且手不能这样握着球，哦，一定要这样，要摊开，要很爱护它，这样，对，像掌上明珠一样。哦，好，你握住球了过后，你就要往上抛，抛至差不多16公分。好，抛完之后，我们发球就有2种球，有发长的，就是在对面就一个跳。是啊。哦。 然后短的就会在对面跳2下。OK。就我发现刚才教练开球的时候都是用黑色的这一面，然后红色这面跟黑色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吗？使用不同胶面击球产生的旋转与速度大不相同。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早在1985年就规定，拍面必须一红一黑，以区分不同胶面，好让选手透过颜色去判断对手发球和回球的方式。 我们比赛就你打之前，你就要跟对手交换看一下。哦，有这种的。对呀。我们第一个发球就是上旋球，上旋球的话，它的球是会往前走，速度会比较快。好，第二个我会示范就是下旋球，下旋球的话就是以旋转为主。哦，往球是会往回。教练，我想问，我们打下旋球的时候，我们的手臂是不是要很靠近身体的打？发下旋球的话，因为腰部加手去发那个球，会让它更加有旋转。有点小乱啊，有听没有懂这样哦。练发球的时候，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用我左手打的时候会有点跟我方向有点不搭。但你们注意不要犯规，刚才我跟你们说的要抛起来，球要抛起来，对。好，发球只是手放松一点，不要用力砸，就用腰控制住。哎，可以，好。这一次我发现哦，发球最好是要带旋转，就是那颗球是下旋球，因为有带旋的球，你必须要去搓它，这个技巧一定要把它学起来。除了搓球，这个乒乓应该有很多其他的打法，是不是？对，比如说我们有普通的推球，推球就是我们是正常的上旋球，推回去，往前对，这往。然后另外一个是拉球，拉球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会稍微是往后退半步。 然后动作会比推球再大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发力的时间多一点，而且就是过去的球会比较转，比较有力，比较快。最后一个就是杀球，杀球的话对方就是比较难把球接回来，这样你得分的话也比较容易。而且拉球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弧线还是比较低，然后杀球的话，因为直线是吧？对，就是弹的会比较快，比较高。 对方也比较难去接那个球。我觉得乒乓球这项运动门槛是非常高的，因为乒乓球坦白说，不是只是把球能够打过去就可以，它必须要给对方营造一个威胁、压力，通过速度或者是通过球的旋转这些东西能够压制对方，并不是就是我能够成功的把球打到对方的台面就可以的。 吃点好吃的东西。哎，不过这些东西你能吃的吗？少吃会比较好一点，不过偶尔吃一次。好，开动吧，开动吧！来。哦，谢谢。对，教练，其实你是怎么接触这个乒乓球这项运动的？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就算是当做一种运动。然后后来自己慢慢开始，有天赋、兴趣之类的，然后就想慢慢的打得更好嘛。教练，我想问你，从几岁开始为国家打乒乓球？ 在青年队的时候，就是13岁开始。那几岁进入国家队？16岁进入国家队，然后一直到现在。哦，厉害！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场？记忆最深刻当然就是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就打的第一场比赛吧，因为整个气氛、气场就是不一样。因为当然奥运会想获得参赛资格也非常艰难。 像比如说我们新加坡要派去参加资格赛，也只能有2名选手。然后到了资格赛，我们还得跟比如说全世界或者是亚洲区、东南亚区的选手竞争，然后最终能脱颖而出的可能只有1位，非常艰难。这里我也有一个就是参加奥运会的一个算是别针嘛，然后就是
能证明参加过。哇，意义重大。那教练，你总共拿了几个金牌、银牌、奖牌？算不清。算不清的话，有没有最喜欢的一枚奖牌？我比较珍贵的话，当然这个2015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冬运会，我们得到了男子团体的金牌。这是去年共和联邦运动会，这个是去年越南的 SEA Games。那你取得这么多的这些奖牌，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还是下一届奥运会，我希望能参加多一次吧。你一定行的呀！对，你一定行的。那弟弟呢？你几岁开始打乒乓？我7岁开始打，差不多打了8年。那目前有代表新加坡打过比赛吗？少年队的时候，差不多11、12岁有代表过新加坡。教练，我想问，今年的冬运会又要到了，你们会怎么样筹备吗？我们会看对手的录像之类的，找一下一些优缺点，然后怎么去应付跟克制。进攻跟防守，对，不容易，不容易。继续加油，祝福我们的教练越做越好。加油，下次奥运会为国家争光。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绳梯训练，来加强我们的敏捷性。那敏捷性有3个重点：第一个，变换方向的速度；第2个，节奏感；第3个是协调性。要记得用脚尖。脚尖。这个是颠簸的概念。其实，在做绳梯训练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以前在打垒球的时候也有做过这种运动。我就觉得不要乱，不要快，最重要的是做的正确。我已经发现奥哥的死穴，他那个节奏好像抓不太到。哎呀，应该比这个吗？哇，李腾，哇，李腾，好美啊！好美啊！现在我们会做一个4对4的步伐比赛，看哪一队是最敏捷的，输的队要接受惩罚。1、2、3。其实跟绿队比赛的时候做体能测验，我觉得 OK 啊，因为其实我知道绿队的体能就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好啦，所以没有什么压力。哎呀，我跟你讲那个其实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个底了，尽力就好了。因为像比这种跑步，那5哥真的是他强项。5哥加油！5哥！现在绿队要做惩罚，你们要做40个push up。金牌运动员报数。运动员，各教。今天我要教你们双打。双打发球时，第一跳要落在右半区，然后第2跳要落在对方的右半区。如果发到错区的话，就是算对方的分。发球失误。如果是发在线内中间，可以吗？可以。啊？请问发球是要在左边还是右边？右边都是在永远就是在对。OK。那我想问一下，两个就是你跟你的同伴都是固定的地方吗？还是可以转位置的？要转换，因为在打比赛中，一个人只可以打1次，不能连续打2次。好，我们现在要示范双打的移动方式和站位。打双打时必须不停地跑动，给队友留出空间。最常见的是8字形跑位，其中一方击球后要快速向反手后方斜向撤退，除了让出足够空位给同伴击球，也有利于自己正手攻球。另一种方式是 T 字形跑位，其中一方靠近球台，以左右移动为主，另一方则偏离球台，负责前后移动。因为你们是一个右手一个左手，你们只能跑 T 字形。只能 T 字形。好，我们要开始练了，对不对？加油！当下我跟嘉云搭档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反而是占了一定的优势。我们学的 T 字形的这个步伐，反而不是比别人要少了一步，更加简单。当下就觉得说，其实搭配的还蛮不错的，看到一点希望哈。我发现你们有一个小问题，你们还没有到位时就打球了。我觉得你们应该站好位才做动作，脚的位置要对，然后手才动。OK， 他们太急了。不错哦。他们有走到正确的位置。反手。教练为什么在偷笑？正手。
这手。你们的步伐也有一点乱。怎么乱？可乐一直在跑，你应该多滑步。哦，滑步。可是我刚刚在交叉步。可是你交叉步的很慢。你弄你自己弄得更慢。好，现在我们是8字形，你要跑去中间。对。你要跑后面，对。你要跑后面啊！你不要来。哦。有哎，比较好。哇，我很不可以啊！很累耶。可是你们有还不错，对不对？8比较好。很累耶。我觉得你们适合8字形，8还蛮累的嘞，哈。OK， 好。来，他很累，来，头有点晕，怎么办，教练？然后他真的是这样跑嘞，他是这样跑一圈，你当然晕啊。滑步来，滑步啦。对，就是脸还是看前面的。对。其实双打也是很有挑战性，因为你也是要顾及到你的队友的站位，还有你自己不要影响到你的队友。然后我也发现到说，你的每一球都会就是间接的影响到待会儿你的队友要怎么接下一个球，所以你的每个动作其实至关重要。开始之前，我要你们打之前设一个小目标，今天我要连续打进几个。哦，连续。你们对之前一般上都会设几下？我小时候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我爸爸是让我500个不许丢，就一个球就这样噔，就你一失误你重来啊。对，从0开始。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严师出高徒了。所以我们每次会看到结果嘛，是国家队，但过程中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16、17、18。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心理战，一直到20多下的时候，就是要稳住，你不要慌，也不要想着要拿下这一球，这样保持着那个姿势，一直挥动，一样的节奏，一样的那个速度，一定会打到球。你们到了20多下，你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急了，越打越压，慌了。这就是心态的变化。有时候可能你们前10个动作都做得很好很漂亮，但是越到后面你们越达到目标的时候，你们就觉得，哎呀，我不能输，就不要去想，你就打好每个动作做完了，就不要想那些杂念。我觉得最困难的点就是在于怎么样维持一个心态，因为其实我们这样打都可以打得过，但是当你打到后面的时候啊，你的手啊、大脑啊都会有点麻痹啊、麻木啊，所以你怎么样去调整，一直去抓那个感觉，我觉得是最难的。哇，其实我就跟这个教练这样练下来啊，我觉得他们真的实力坚强，而且是特别年轻，对不对？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乒乓球的？我是因为我的爸爸是以前就有打球，然后他小时候也想要我运动，所以我就开始打乒乓球。结果一打就打到国家队。对啊，这爸爸有没有料到啊？说哇，居然这么厉害？没有吧？应该我也没有料到。所以你爸爸真的会称赞你的吗？如果你打得好的话？他很少称赞我。即便是现在都很少称赞。对。这个你就不懂，爸爸通常都是这样，只是问那种啊，那下一次几时比赛啊？然后心里面是，我女儿拿冠军。他其实默默在房间里面，默默的开心。爸爸都是这样的。对，要问一下助教啦，助教是什么情况接触到乒乓球？我家人都是比较喜欢体育的。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运动？有 aircon。说得好，我爱死乒乓。对。但是我想问2位，打了那么多年，有没有最难忘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去年的东南亚少年锦标赛，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和我的队友拿到了冠军。那心如呢？我觉得是去年的冬运会吧，因为是临时被派上去，因为我的队友林烨比赛开始前1周在新加坡我们集训的时候他就腰伤了，1个礼拜前才开始啊。对，所以就好像一场梦一样，你上一去，然后你就突然就打了。对，重点是那个结果是金牌。这个是混双的金牌，这个是团体的银牌，然后这个是共和联邦的团体金牌。哇，哎，这个就是前一阵子啊，大家都蛮轰动的，因为这个不容易拿。
新加坡的3枚金牌都是乒乓球。哇，这个鼓励一下。含金量很高哎。对啊，但是有一个报道说你打球的那个方式有一点怪异啊，让你的对手措手不及。为什么这么说啊？应该是这样讲。怪异就其实你们打的都是滑面嘛，我就有一面是有颗粒，打球就有更多的变化，就旋转有时候让人就捉摸不定，捉摸不到这样。对，所以他们就会说怪异，但其实是一种打法。就我很好奇，如果你们一般如果有大型比赛的话，一般可能是怎么筹备啊？然后饮食上面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我就从小就吃素，所以但我就是会补充就蛋白这些，对正常饮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那接下来要准备什么重要的比赛吗？就是备战今年的冬运会，还有亚运会，而且奥运会24年也要过来了，所以都是在积累经验吧。我要练多一点，进步多一点，要代表新加坡。我希望说接下来能够看到你站在国际的舞台，为国争光。对，加油加油！新牌乒乓赛一共有3个回合，采用的是积分制，第1和第2回合各占1分，而第3回合每一场占3分。第1回合应接不暇，接球员必须穿上制作组提供的外套，用身体去接队员打过来的球。比赛限时1分钟。开始之前有一个小片段给你们看。好，虽然我今天不能在现场和你们并肩作战，不过我相信通过我们这几天的训练，你们也进步了很多，所以我相信你们在比赛中能打败李腾的队伍。然后主要还是记住我教你们的几个要点，然后在场上尽量就是享受比赛，获得胜利，加油！ Hello， 我很棒的队员们，今天我不会到现场给你们加油，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到。记得我们训练时练的发球，就晃死他们，然后就把训练中的东西用出来，然后比赛中一定可以做到的，加油 ！Alright， 就觉得说，虽然他人没到，但是精神与我们同在了。男主必胜！这样是错的。他们太用力了。其实因为你太用力的话，反而那个球一定不会粘在他们身上，所以你一定要有技巧，这些不是靠蛮力。不要太靠近那个桌面，不要太靠近，走离开一点。队长就和我说，其实你不要动，因为你乱动，粘粘在上面的乒乓会掉，所以呢，我只可以这样子，打多一点，打多一点。 有了，打可以来，这样。发现说好像如果面积大一点哦，比较有这个接球的胜算哎，所以我想说啊，我来接好了，结果没有想到哦，一直被 M， 一直被打到脸，我很后悔啊。可以。我当下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至少你旗开得胜嘛，而且我觉得第一局的第一场胜利就是让队友都把那个信心给提升起来。 第2回合把你打倒，考验发球技术和准确度。球台上摆放6张星牌卡，成功打倒最多星牌卡的队伍获胜。比赛限时3分钟。加油！加油！加油！不用旋转，不用旋转，不用旋转，发多一点力，发多一点力，对。 我忽略一点哦，打远其实 OK， 打近很难。为什么？因为打近你要放短，放短你要放轻。结果呢，我的轻哦又不能够足以把牌打掉，结果是牌歪了嘞。抛球，把握轻的好，不用戳球，不用。晚一点，晚一点，晚一点。你会发现腾哥的球其实把控的比较好，但是力量上面稍微弱一点点，所以腾哥其实有的时候是打到了哦。 但是那个力量有点不足，变成你只是推到他，你没有把他推倒，所以变成第2次你要再去弄他的时候，他就比较难了。OK。加油！加油！多用力，
多用力。其实真的不容易，尤其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平，要这么准确的打到这些卡，都不容易。用多一点力。还有没有？没有抛球，没有抛球啊，没有抛球啊！加油！再一点！因为既然还有时间嘛，我就想继续能不能够把全部的都打倒。全部都打倒的时候，那我觉得至少大家打个平手，1-1，对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会更有信心嘛。第3回合开始之前，请2位队长抽选新牌卡。莫非这一次又有新牌外援前来助阵？哪一组会获得幸运之神的眷顾呢？来，各位观众，赢定了，超开心！建明大哥，你是来帮忙还是帮倒忙？因为我知道呢，他是不会打乒乓的。请姐，没有人呢。李腾，请再往右滑。什么意思？请你吃饭。恭喜李腾队获得由钟晴姐赠送的迷你平底锅。没有。当时真的是有点心里面很开心，我觉得看到他们的那个整个状态，整个神情的变化，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制作组真的很有创意，没有想到玩这种。哎，这个，我天呀！这等一下不对哦，这个中 Kim 姐的比较大嘞，Kim 姐这个比较大，变这样小。这什么东西？乒乓啊？这是什么？冰是冰块的冰吗？彬彬有礼，恭喜715队获得由建斌大哥送的冰球拍。哇，冰球拍，很妙哇！完全没想到，完全是我们想象以外的。我觉得节目组这个非常有创意，给你个赞。待会儿小教练必须改用这2个球拍，其中一方得到5分之后，双方才能换回自己的球拍。第3回合团体赛，第1和第2场为双打，第3场为单打。比赛11分制，3局2胜。新牌助教可以参与双打项目。哎呦，哇哟！可以。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上面是有一些水雾之类，可能会影响球的速度。它是冰的话，而且怎么握，就想说完蛋了。稳住，稳住。冷静，冷静。冷住。哇，这个要怎么开？很好奇耶。可以耶。哦，可以哦，可以开哎！哎，教练厉害，这个很难呢。好，3-5-3，手感不一样。会有机会。多一粒就可以了。耶 OK， 换拍，解脱了。我都麻了。我觉得心里已经蛮稳了，没想到哲亮进步很多，他之前连开球都不能开。11-9，交换。
当我们赢了第1局，哇，看到了希望，人生的曙光就在眼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用冰球拍都能扳回1局，接下来普通球拍，我只要做好我的本分，对不对？小教练 Javier 就是能够帮我们赢下这一轮了。哎，压力非常的大，我完全笑不出来。我想说，如果我这一把输了，下面就没戏看了。我一定要赢。Nice。Yes。对，教练他们常常打比赛，他们心态一定是很稳定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看的就是心理跟责量他们之间，看谁可以把持得住，失误比较少的话就会赢。Yes。来，最后力。Yes。真的好紧张呀！就是1比1耶，就是这一盘呢，就是定胜负了。我就觉得说找到问题所在，就是我花很多时间后来在练发球，啊，没有去练那个接球，所以接的时候真的有点问题，有点难度。绿组越战越勇，最终反败为胜，赢得第1场双打赛。蓝组必须拿下第2场双打，才有胜出的机会。其实我跟可乐一起搭档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小担心，因为我在练习的时候没有跟他怎么一起搭档过，所以我怕我们的默契不够好。其实我觉得只要6月和李腾就正常发挥的话，我们是稳赢的，因为可乐不怎么会打嘛。没事，稳赚吧，稳。我觉得就是抱着不能输的一个决心啦，所以我跟6月讲，我就说，其实我们的策略不用讨论太多，我们尽量就把球打过网，只要我们打过网，我们就等他们犯错就可以了。稳。好。李腾他们得分。李腾他们得分，因为可乐把手放在桌子上了，犯规。我完全傻眼哎，分数是给对方的，因为我的手放在球桌上面，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这个是犯规，不行，我完全不知道。稳。最后我们还是输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犯了一些可以避免的失误，所以这造成我们的结果。这是意料之内的事情，所以也没有感觉到如何。但是呢，回过神来才想，哦，原来那就没得比了，我们就是等于输了。我来了！哇哈！哎 ，bro， 还早啊！我来了喽！哎呦！可以，发挥了 ，bro， 稳住啊！哇！哎呀！他并不是赢不赢的问题，他就是我是想要更多的是展现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就是能够戳几下，让观众觉得哇，还不错这样。比赛你一定要稳，尤其是乒乓，所以我就试水、试温。我就看阿武哥的心态，当场在比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是不是很着急，还是他很稳？所以我才要想一个策略。然后到后面我觉得，他越来越心急了，他开始要杀球，一直要杀球，我就 OK。这时候他越攻，我就要越防。哦 ，nice，漂亮。
说真的，我觉得 Jeremy 的胜算会大一点，因为毕竟他接触乒乓球的时间会比5哥长。哇，好球！错，好球 ，nice， 漂亮。我看得出来，5哥他比较急，他一直要杀球就没杀过，然后加上 Jeremy 我知道他很刻意的一直打他正手，就故意给他杀，因为他有发现他一直杀不过。 就故意吊球给他杀，我觉得他这个策略非常好，就是有奏效。没过。对，哇！要 bro OK。他可能就是有一点比较放松、去玩的心态去对待最后一局，也想去试一试自己究竟可以把自己推到什么样的一个极限啊？究竟有多少隐藏的潜力之类的。赢了阿5哥当然开心嘛，因为这么多队友呢，阿5哥是最强的。我觉得他如果再稳一点，可能我会输哎。公布最后成绩，恭喜绿队获胜！绿组冠军得主！那我们小教练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吗？我觉得你们和第一天比已经进步很多了。首先，我要恭喜绿组，你们打得非常棒。谢谢。我和心如教练讨论之后，一直认为 Jeremy 是 MVP。要感谢新传媒给我这个机会拍打乒乓的drama 乒乓员，所以才让我接触到这个运动，所以我今天才会拿到 MVP。绿组气势如虹，再添1枚奖牌，蓝组要加把劲儿啊！这一次整体下来，我觉得说哇，乒乓球真的很难。小小的一个动作，其实可以改变很多，所以真的很佩服他们，但是真的很好玩啊！除此之外，发现说像我们的小教练还有我们的小教练们都是很年轻，对不对？所以应该看得出这项运动是需要从小开始去培养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乒乓好容易打，因为我们每次看比赛的时候，就是一个桌子，然后球就是这么小一颗，范围也不会很大。但是你真的去打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它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技巧。国家选手可以把乒乓打得这么出神入化，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在里面，所以真的下次他们比赛的时候要慢慢加油。保龄球，一项动态却又讲求精准的室内体育项目，不受时间和气候影响，也不受年龄限制，因此成为男女老少人人皆宜的休闲运动。打保龄球靠的不是蛮力，而是韵律、平衡与手脚协调性。移动的同时，眼睛要瞄准，手再稳定的把球投出去。这一战，谁能打出完美的全倒，为团队拿下 MVP？ 跑去前面了。挑战。哇哦！保龄球！哇！阿5哥太好。舒服了。OK， 哎，重点是哦，你们发现哦，这边还有一些保龄球的球瓶，这前面这样摆是什么意思？这个叫做什么残局啊，就是很难破的。要收拾残局。对，我们把它收拾掉。如果你们能够破解的话，奖金1000元。我去！因为我觉得很难哎，它的那个距离这么大，如果真的能够打中哦，那就是已经是另外一个等级了。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是不可能。All right， 来1号选手，好，有整六，好，加油，奖金1000块啊！火鸡 turkey， 火鸡，奖金没有了，没收。我们队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你就这样人，你就这样啊！
因为Janelle说他有经验嘛，谁知道？当我看到他的表现，真的实在是无话可说呀。我现在紧张，有没有1000元？1000元到我就够了。我其实没有想太多哎，只是觉得希望那个球不要进那个沟槽就好。哎，还是失败了。好，中间直下去，2个中间。左边的，左边，请左边。至少是在这条道上，至少没有进龙宫，至少没有进。你完全。所以经过这个算牛刀小试了哈，也是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员的整体实力。没有实力，不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来教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们欢迎4位国手登场。姐妹花陈诗桦和陈诗静为国家队征战超过15年。姐姐陈诗桦是本地首位世界女子锦标赛冠军，她也在今年的亚洲锦标赛封后，采誉无数。视姐姐为偶像的陈诗静，2015年开始崭露头角，摘下人生中的首枚冬运会个人金牌。她也在过去2届冬运会力挫对手，在团体项目中取得胜利。黄林芷13岁就参加人生的第1场比赛，23岁荣获世界杯金牌，也成就了她职业保龄球手之路。她在前年的世锦赛脱颖而出，体育生涯再创巅峰。吴佳丽2015年首次出征冬运会，却空手而归。2017年，她再次出击，一举夺金。今年初，她和搭档在亚洲锦标赛男双项目中稳居榜首，再次扬威国际。不得了，我们新加坡国手都是金牌得主。哇！还有一位是世界冠军啊！谁？哪一位是？不好意思，世界冠军是他跟我。哇！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打了多少年的保龄球呢？22。哇！那你呢？你打几年？差不多。都20多年的。但是那个 National Team 是差不多17年。17年。哇，好厉害！可是我很好奇哦，有那么多运动的项目，为什么你们会选择保龄球这一项？因为有人气。我也可以是国手了。我们的队员很贴心，他们知道你们要帮忙啊，我们就原封不动哦，还给你们。这些算难吗？这几个？超难的是第4。我都跟你们说了，不是我差，是很难，是很难啊。是，我很好奇哦，像这种保龄球这种残局大概有多少种？你们有算过吗？有1022个。哇，1000多种啊！OK，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国手来示范一下你们的身手，好不好？好，耶！在他们的脸上看到那种自信，看到那种很认真、很专注的那种表情，然后突然间我就觉得很有气质。国手，不愧是国手，真的是厉害哇！真的很佩服他们哎，很帅。哇，第一次原来保龄球可以2个人，哇，还 Chris Cross 啊！我的认知啦，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人能够解掉那个残局，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比较花式的技巧去破解，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教练已经是国家队了，已经很厉害了，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在球道上放一些障碍物啊，他还能不能打到好球？这个是我想看的事情。刚刚好就是在他的正后方，所以我可以很完整的看到那个保龄球的浮现，你知道吗？那弧度角，哇，完美哎，好像是有遥控器在你那个球里面这样，很厉害。Okay, so now it's my turn to challenge you guys. Final challenge. Instead of the boxers that you saw Daphne perform just now, you guys are gonna be the boxers on the lane. Human boxers? Yeah. 来了！